美好的一天从锻炼开始。这早上肿得跟猪头一样，不是，这视频咋跟我一起变脸啊？听到我说猪头，展示一下穿搭，没站稳，差点。选一个哑铃，选哪个好呢？来个最轻的吧。OK， 吃饭了，吃饭，我称之为好吃麻辣烫，不对，应该是好吃串串。OK， 我在干嘛呢？抠头，厨师帽，展示厨师帽。哎，我这侧面，这侧颜谁懂？反正我是不懂。每次摘完帽子就是这个样子，没有办法，这头发就是这么造。有时候真的拿我这头发没办法。给大家吃一个野人先生，主要是它有点化了，所以说我就直接这么吃了，有点冰。我在挑歌，大家猜一下，猜对5奖，要不有个奖吧？哎呀，算了，都露出来了。好，继续吃。开始思考了，已经开始不行了。好，终于吃完了。哎，掉了，小孩儿，好吃，这确实好吃。说实话，我买了3个，这是最后一个。好，开始写歌，知道我在写什么歌吗？这个歌其实已经快写完了，这是我觉得目前来说最帅的一首歌，已经帅的我不知道怎么评价它了。你就看我这状态，这小状态，哎呦，耶耶耶！这其实你别看在录视频啊，平时要是旁边有个 iPad，我会通过那个反光来自己照那个镜子，看自己有多帅。反正我每次就这个动作呗，迈着轻盈的步伐。猜猜我要去干什么？没错，我已经闻到香味儿了。没错，麦当劳。说实话，这个薯条现在已经没有薯格好吃了。刚刚路上遇到小插曲，擦个汗，有点热，开始变热了，需要空调。啊，先暂停一下，给大家解释一下，我肯定不会有这么尬的点子出现在我的 vlog 里面，所以说这个懂吧 ？OK， 现在要来说点正式的了。这个也是他们给我留下的一个台本吧，因为其实我这个系列其实都是我自己随便乱拍的，然后这次呢，因为马上要生日了，所以说也打算弄一个特辑。然后呢，我现在就是刚刚前面那段文字，我觉得我即兴说肯定是会卡壳很久，也说不出来什么，所以说我刚刚写了5个点，所以说我分开来说，这样我可能我的思绪会更加完整。然后第一个呢，就是我过去的1年经历了什么。我过去1年的经历就是，我觉得17岁到18岁这个阶段是我在18岁以前最特别的一段时间，因为就好像高考一样，就是在高考结束之后，会对在准备高考，不管是从初中到高中这个阶段也好，就是有一种就在这个时候才会去回看以前那些日子，然后我从来没有感觉这个时间过得这么快过，虽然之前一直有说过这句话，但是这次是真的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然后当时回重庆的时候，就那几天，就是感觉怎么突然一下就变得这么轻松，就感觉我生活不一样了。然后直到我回北京，然后再开始慢慢的去调整这个节奏，然后去重新找到自己该做的事情，然后去找到平时工作的这个节奏，然后再重新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然后一直到现在。其实我
我平时这就到第二个点了。第二个点就是平时都在忙什么，因为之前一直有看到过大家，就是可能我平时会发微博吧，因为我自己可能觉得我发的挺多的，但是好像我如果换位思考一下，其实大多数时间你们是不知道我在干什么的，就是我自己可能很忙，但是你们不知道我在忙什么。其实除了有音乐节或者演唱会，或者有一些单独的活动之外，我平时的生活就是特别的，不能说 chill 吧，就是其实如果我觉得可以说是闲，说实话，其实真的可以说是闲，因为其实我平时在我没有这些安排的情况下，我一般都是自己一个人写歌，然后就没有了，就主要是写歌，然后可能会去公司上一些课，但是也比较少，其实主要是写歌。然后特别是在演唱会结束之后这2个月里面，就是我大部分时间就是把这个时间花在音乐上，然后其他的时间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就是，但是说实话，我现在已经存了挺多歌了，就是我觉得已经够发特别久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得继续嘛。然后其他的就没啥了，因为我平时其实我们公司的老师他们都会想给我拍我平时这个工作的状态，或者说我平时出去我去参加什么合作和其他音乐人一起去做一首歌，他们都想拍摄，但是其实我特别不喜欢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我比较我还是比较 I 吧，可能是我看到镜头还是会，特别是创作歌曲这个点上，我看到镜头我还是会特别的在意，就会什么都写不出来。但是如果镜头一放下，我就会特别多的灵感出现，就除非真的就是不要让我感受到这个摄像机的存在，就是可能偷偷拍我，我可能我不知道在拍我，所以说我可能才会放得开。但是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其实按理来说不应该像我这样，但是我也要尽量去调整吧，因为其实平时有很多物料其实都是老是想拍，但是我被我拒绝了，所以说我看到大家一些，也不是说看到吧，就是反馈公司刚断了，就是公司会给我反馈这些问题，就是说我的平时的物料太少了，大家不知道我在忙什么，所以说我就借这个机会给大家说一声，我其实平时都是有在写歌什么的，然后也没有，其实可能是因为公司还在等我作品吧，我不知道，目前这个我觉得，其实我有时候看到大家都在忙，然后我自己一个人还在写歌的时候，我还挺焦虑的，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们以前大家都是一起训练、一起上课、一起啥，我从来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感觉特别奇怪，就是突然就有了，特别难受。但只能让累积自己的作品吧。既然我在这个时间没有事情干，所以说因为我有一件事情是我知道我干了一定没坏处，就是我写歌，我就一直写，反正没坏处，就是累积自己的曲库吧。对，然后第三个点其实也是我比较自己个人来说比较想说的，就是我过去的生日，因为现在是18岁生日了嘛，虽然还有1个月。过去的生日就是我记得我应该是在进公司之前，我的生日其实我都还挺难忘的，因为我唯一记得的最清楚的生日也是在我进公司之前，也不是说进公司吧，我觉得可能说是我们还没有在公司过生日这段时间之前，那段时间我记得就是我们小区的朋友，或者是我小学玩的好的一些朋友，我妈会把他们在我生日那天叫到我家里来跟我一起玩，玩完了晚上我们一起出去
聚餐。我记得我印象最深刻的2个餐厅，一个叫巴菲盛宴，一个叫四海一家。我知道是叫四海一家还是叫什么，在重庆大剧院的一个地方，就是2家自助餐，就是我每到生日的时候就会去那儿。所以说那2个餐厅对我来说是特别难忘的，因为我可能一年除了过年去的时间，也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去了，然后再到后来我可能去的时间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然后后来来了公司，我记得有一次应该是我妈，其实他们当时还买了特别多东西，还在重庆公司装修之前，在长江国际装修之前，我妈他们买了特别多东西到公司来，我们大家一起吃。那一次生日我还记得，后面的我几乎不记得了，因为其实我们每次生日，虽然大家看到我们的那个物料是在我生日当天发出来的，但是其实我们那个物料都是在生日之前，所以说生日当天我们可能就是在正常的忙，或者拍个微博什么的，就是没有过生日。可能我回去会吧，因为我回去可能就没有那么热闹了，就是等我的就只有我妈、我爸和我妹。然后再到后来来了北京，那个就更没有生日了。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我觉得不只是我吧，也不只是我们这个身份的人，可能任何人都会这样，就是随着年龄的长大，对这个生日的这个感受会越来越浅，就是不会去那么在意这个生日了，就感觉就是大了1岁。就不会有这么大的仪式感了，这么多仪式感了。然后其实我还挺希望今年的生日好好过的，因为我觉得18岁生日嘛，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感觉这生日就是最特别的，除了10岁的生日和我12岁，那最重要的应该就18岁了。然后下一个18岁生日对我来说的意义，其实在我18岁之前的任何一天，我都觉得18岁是一个特别美好，我可以去考驾照，我有很多我不能干的事情，我都可以去，比如说考驾照、开车什么的，而且我还可以自己出去旅游。但是呢，说实话，这些只是我小时候的幻想而已。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还有点慌张，因为18岁，因为我觉得，在我出去参加活动的时候，有一个特别让我获利的一个点，就是我还年轻，我还没有成年，我可能还是一个小孩，大家不会对我可能有那么高的要求，我只是自我觉得。但是到了18岁，sorry 又断了，就是到了那个时候，因为到了18岁以后，你那个日子就不一样了，生活就不一样了。你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你已经不能再用小孩这个东西来包装你了，所以说你就要有更多的东西需要自己扛了，就不能再活在这个舒适圈里面了，也意味着我要开始独立了。而且其实好多大学生，他们在大学的时候都会已经开始对自己的生涯有规划了，就是特别的清晰的规划吧。我觉得我甚至觉得，虽然我现在已经算是半步踏入这个工作这个了，但是我觉得我还对自己的生涯没有特别多的规划。因为我之前我爸经常让我做一个那种类似生涯规划表，做一个，但是我其实从来没做过，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太奇怪了。我做的就是我不知道下一步要发生什么，我就没法做这个规划呀。因为我觉得随时都有可能会有变化，有特别多的变量在我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所以说我现在还是有点慌，而且其实现在我还没有特别想清楚我应该干嘛。我给大家再透露一下吧，就是我专辑的最后一首歌叫《720》，这首歌是我在参加小红书那个活动之后，我找了一个伴奏，然后当时我在想，我要写一个什么主题。那几天因为我马上要去演唱会了，我想写一个什么主题，然后我突然想到，
因为我是在720当天发歌，我想用一首歌来纪念我18岁的那个720，因为那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应该算是最后一个720了，因为在18岁之后，我觉得不会再有比18岁更重要的生日了。所以说，我觉得那个720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720，所以说我写了一首歌来纪念那天吧。我在歌里面写了我的一些感悟和我的一些志向吧。现在我就不透露里面的内容了。反正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说还是挺有意义的，我也特别喜欢这首歌。最后一个就是我对成年之后的生活的畅想。其实就跟刚刚那个一样说了，就是我觉得我过了18岁之后可能会更忙，就是比如说我可能会参加更多的活动，我就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写歌了。所以说我还是挺希望那个时候我能继续保持我现在这个心态，就是不管我是闲还好，不管是闲也好，还是特别忙，我都一定要抽时间去写歌，就是一定要就是保持这个最开始能让我在这里驻足的这个东西吧。因为说实话，我能在这里驻足，我觉得不是因为我跳舞，也不是因为我说唱，其实就是因为我能写歌。因为我们这跳舞的人太多了，唱说唱的人太多了，但是我觉得虽然我们也有都可以写歌，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在慢慢的找到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一个赛道了，就是不是就是没有和任何人比了，这个时候就完全是我能不能把自己这个赛道和我自己的这个风格呈现的特别好了。所以说我还是觉得自己这个创作其实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包括我每次我跟我爸妈打电话，他们都是特别关心我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我平时在闲的时候，我有没有去写歌，或者是我觉得不光写歌吧，我觉得听歌首先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我不管任何场合我都是戴着耳机的，我戴耳机的时间特别多。因为我记得之前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有点中耳炎，就是因为戴耳机太久了。因为我需要不断去听歌，去找到不一样的风格吧。因为我其实听的都是 hip hop 类，但是其实我说到哪儿啊？就是我听的 hip hop 音乐，它其实有特别多的分支，可能就是市面上比较怎么说呢，稍微大众知道一点的名字，可能就是 trap、boom bap 类似之类，但是其实他们还有特别多小分支，那些分支就是我们都需要知道的。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写歌的人，这些东西是必须要知道，这个我觉得算是基本素养吧。所以说我需要不停地去听歌，而且这个东西本来就应该存在，可能它也是我能写歌有这么多灵感的来源吧，我也不知道。所以说大概就这些，然后我也感觉没有什么其他特别多要说的，因为毕竟还有1个月呢。嗯，就这样吧，OK。